男人天生嗜血，得知美女邻居从事技术工种，内心本就有些不淡定。美女刚搬到这里，想要男人为自己开张，可男人此刻心里却想将她开膛。在一番挣扎之后，少东放下凶器，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。殊不知这一幕已经全被雨夜屠夫暗中观察。大师给美女推了一卦，月底会有杀身之祸。小凤也是苦命的人，年轻时好运连连，第一次买彩票就中了1等奖。可后来他都赌光了，他觉得好运还会眷顾他，但林大师告诉他，命格6亲缘薄，容易因财招祸，中奖会害死他，叫他别赌，还说这个月就会有劫难。他说自己早就活够了，死了也一了百了。这句话刺激了少东，好在大师及时把少东带走。回到房间后，意外发现了那些凶器，大师想让少东交出来，这时屠夫突然冲了进来，当场打晕了2人，抢走了武器包。少东驱车前去追赶，却阴差阳错撞倒了大师，导致大师头部受伤。医院诊断他可能患有精神病，但他却说自己没事。少东有些半信半疑，但还是把大师送回了家。大师为了阻止少东杀人，将他迷晕后关进了笼子里，接着在天台做法，疯疯癫癫折腾了一夜。几天后又是一个雨夜，杀人魔再次准备行凶作案，刚好遇上了买彩的小凤，两人四目相对。小凤看着手机里嫌疑犯的照片，这不是刚才那个人。他刚打通老吴的电话，就看到镜子中黑影窜动，急忙打开房门，可还是被屠夫抓到。边个啊？喂！屠夫慢悠悠地关上房门，用胶带缠住小凤的嘴。小凤迷迷糊糊中，拿起地上的硬物扎进了屠夫的脖子，还想去拿彩票，因为那张是1等奖。他不顾死活朝彩票爬去，结果被屠夫手术刀扎死。这时老吴赶到，一枪结果了屠夫，而小凤应了大师的话，为财而死。另一边大师对此全然不知，他把虚弱的少东推进医院太平间，想要找一个善良的魂魄附上少东的身，这样便可以彻底消除少东的杀念。在准备好一切后，只要公鸡的翅膀打开便可招魂成功。不料公鸡没有任何反应，大师猜测魂魄没有入口，便割破了少东的额头。不一会，公鸡开始不断扑棱翅膀，痛苦的少东也连忙点头，表示自己已经是个善良的人。大师正准备为他松绑，却发现他眼睛里充满红线，忽然意识到出了差错。他打开新送来的裹尸袋，正是雨夜屠夫。大师认定是屠夫上了少东的身，结果两人在推搡中打翻了硫酸，大师的背部被腐蚀受伤，崩溃的少东趁机溜了出去。少东在街上看见了老吴，发现他放在车里的凶器证物，少东再也无法抑制冲动，打开车门偷偷将刀拿走，悄悄跟着老吴来到巷子里。趁着没人的时候，他本想去偷袭对方，突然他看见水坑中挣扎的蚂蚁，仿佛瞬间明白了什么。蝼蚁尚且偷生，林大师也追到这里，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，用砖头一下下击打吴警官的脑袋。大师把吴警官锁在了天台。我算過你條命啊！你有個死劫啊！佢哋幾時啊？次次都係你吞嘅，係上天注定要佢嚟殺你啊！他打算代替少东殺掉警察，这样少东就可以获得新生。他对着吴警官的脖子就要下手，关键时刻少东空手抓白刃。他知道此时的大师已经疯了。就在大师分不清自己是谁的时候，少东看见吴警官脸上的血，再次有了杀人的冲动，两人再次扭打起来。这世上有一丝清醒的大师，从花中悟出道理，只有花谢了才能开出新的果实。他认为自己就是那即将凋谢的花。少东抢回匕首，眼看就要给吴警官致命一击。少东仿佛再次被点醒，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命运，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。这一次他可以选择不杀人，他不想输给命运，于是拿着刀划破了自己的额头。我最憎俾人困住，我都唔要俾條命困住啊！我係好善良嗰個人。雨过天晴，阳光洒向天台。違法，我冇輸，違法，係我自己揀㗎，違法，違法。少东一脸平靜地搂住瘋癲的大師，一邊為吳警官叫救護車。後來大師進了精神病院，他告訴少東依然有很多劫數，但只要記住10字真言便可化解。萬般皆是生，點點皆由人。少東聽了似懂非懂。他離開之後又遇到了一隻貓，此時他再也沒有了殺戮的慾望，反而對貓說了句長命百歲。被退休的吳警官看見，兩人也化干戈為玉帛。最後少東吹着口哨，輕鬆地去迎接自己嶄新的人生。命運是自己選的，路是人走出來的。有什麼力量比超越自己的力量更強大？有什麼自由能比突破心的牢籠更自由？萬般皆是命，半點不由人；萬般皆是心，點點皆由人。